大家好，我是张德昌，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消息，政府劳保局今年打破惯例，将原本月底发放的各项年金与津贴全部提前到过年前发放。这笔钱就像春节加菜金，让长辈们置办年货，准备年夜饭时手头更宽裕，底气更足。可能有人觉得这又是针对低收入或困难家庭的福利，但这次范围其实非常广，主要涵盖3大类朋友，只要您属于其中一类，钱就会自动入账，无需另外申请。不过方便之余，有一件事务必放在心上，12月底前请一定检查您的账户状态。如果忽略了这一步，钱可能被银行系统拦下，导致过年期间无法取用，那就太着急了。所以请大家务必在年底前刷存折，确认账户正常，确保这笔钱顺利到手，过个安心好年。如果您是第一次看到健康永驻频道，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能及时收到最新的福利消息与健康知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福气满满，让我们一起汇聚福气，迎接好运年。首先，咱们得弄明白这笔加菜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可不是政府凭空又印出来的一笔新钱，而是劳保局为了应对2026年春节假期，特别调整了他们的工作流程和时间表。按照过去的规矩，像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这些钱，通常都是在每个月的最后那几天，甚至有时候是下个月的月底，才会慢慢悠悠地汇到大家的存折里。但是2026年的春节假期来得比较早，如果还按老黄历办事，原本的发放日子正好就和银行的休息日撞在一起了。政府一想，这不行啊，总不能让大家在热热闹闹的过年期间，手里却没钱用吧，那多扫兴。于是他们就做了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决定，把这些本来要在月底才发的钱全部提前，赶在春节长假开始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一次性给大家发到位。这就意味着，当您正忙着张罗年夜饭的菜单，穿梭在市场里挑选年货的时候，这笔实实在在的现金支持就已经安安静静地躺在您的银行账户里了，随时等着您去使用，是不是想想就觉得很安心？那么到底哪3类朋友可以享受到这次红包提前到的福利呢？德昌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说一说，您不妨对照一下自己或者家里长辈的情况，看看是不是就在这个名单里头。这第一类受惠的朋友，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群，就是现在正在按月领取劳保年金的退休长辈们。这里头包括了劳保体系里的3大块，老年年金、失能年金，还有遗属年金。对大多数辛苦了一辈子的退休劳工朋友来说，每个月的劳保老年年金，那可是晚年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支柱，是安稳过日子的底气。平时这笔钱都是月底到账，但为了能让咱们过个好年，劳保局会把发放工作提前安排。只要您目前是正常在领劳保年金的状态，那么您的账户在过年之前就一定会收到这笔钱。这对需要置办年节用品，给孙子孙女包红包的长辈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及时雨。而且最省心的是，您啥也不用干，不用跑去申请，也不用填任何表格，系统会自动调整，到时候钱就进去了。第2类能提早拿到钱的朋友，是领取国民年金的朋友。国民年金，咱们平常也习惯叫它国保。参加这个的主要是家庭主妇、主妇，或者是一些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参加劳保的兄弟姐妹。国民年金主要包含老年基本保证年金、老年年金给付，还有给原住民同胞的给付。这里德昌要特别提醒很多家庭的妈妈、奶奶们，您可千万别觉得自己没出去上班就没资格领什么福利，不是这样的。只要您之前有按照规定缴纳过国民年金的保费，等到年满65岁，您每个月都是可以领到对应给付的。尤其是那个老年基本保证年金，那是政府为了保障咱们老年基本生活而设的一道安全网。这笔钱的数目可能比不上劳保年金，但在过年这个什么都得花钱的当口，它能提前发下来，也能帮上大忙，多买点好吃的菜、新鲜的水果，把年夜饭弄得丰盛一点。所以家里的妈妈、奶奶们请注意了，这笔钱同样在提前发放的名单里，到时候记得查看账户。第3类受惠的朋友，是领取各种特定津贴的族群，这里头主要指的是
领老农津贴的农民老朋友，以及领取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的朋友们。老农津贴对于在田地里辛劳耕耘了一辈子的农民兄弟来说，是晚年一份重要的保障和慰藉，而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则是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一份关怀和扶持，帮助他们维持基本的生活。这两项津贴平时的发放时间也常常比较靠后，但这次政府为了体现对农民朋友和弱势群体的照顾，确保大家都能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地过春节，也特别把这两笔钱的发放作业时间调整了，会同步提前，赶在银行放假之前，全部汇到大家指定的账户里去。这份心意咱们得领，也更得确保能顺利拿到手。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既然钱都已经确定会提前发了，政府也安排好了，为什么德昌还要在标题里那么着急地提醒大家12月底前快刷存折呢？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这正是今天德昌要跟您讲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也是很多长辈最容易觉得没事了，到时候再看而掉以轻心的地方。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政府那边把款拨出来了，就像寄出了一封信，但这笔钱最终能不能安安稳稳地落到您的口袋里，还得看您家门口的信箱，也就是您的银行账户是不是畅通无阻，状态正常，钱会出来了。可如果您的账户本身出了问题，那钱是进不去的，这在银行系统里就叫汇款失败。一旦发生了汇款失败，后续可就麻烦了，劳保局那边需要重新核对您的资料，可能还得发公文通知您，您这边也得配合着去处理，这一来一回，时间可就耽误了。等您把所有手续办妥，真正拿到钱的时候，很可能年都过完了，甚至拖上1-2个月都有可能。您想想，过年正是用钱的时候，结果钱卡在半路，那得多糟心啊！就是为了彻底避免这种糟心事发生，德昌才要拼命的反复的跟大家强调，务必一定要在12月底之前，亲自拿着您的那个领年金的存折，去银行的机器上补登一下明细，或者直接去柜台找行员帮您确认一下，看看账户有没有下面我说的这几种风险。第一种很常见又容易被忽略的风险，就是账户变成了禁止户，或者叫久未往来账户。很多长辈可能手头有好几个存折，当初申请年金的时候随手填了一个账户，后来因为用另一个账户更方便，就习惯了用那个，导致专门收年金的这个账户可能一年到头甚至好几年都没有任何一笔存款取款的记录。银行系统为了管理方便和防范风险，就会自动把这种长期睡大觉的账户标记为禁止户，或者暂时限制它的交易功能。一旦账户被这样锁住了，那么当劳保局的汇款指令叮一声发过来的时候，银行系统识别到这个账户状态异常，就会刷一下直接把钱退回去。很多长辈平时不太注意这个，总觉得钱会自动进来，等到过年了要去取钱买年货，一刷存折才发现，怎么是空的？这时候再着急也没用了，银行放假了，劳保局也休息了，想找人处理都找不到。所以您12月底前最要紧的事之一，就是去确认一下您接收年金津贴的那个账户最近半年有没有动过，是不是一切正常，能存能取。这就好比过年大扫除，得先把大门前的雪扫干净，客人才进得来，对吧？第二种风险是最严重最需要警惕的情况，就是账户变成了警示账户。现在诈骗花样太多了，有些长辈防范意识稍微弱一点，可能不小心点了手机里奇怪的链接，或者轻信了别人，把存折提款卡借出去了，结果自己的账户被不法分子利用，牵扯进了诈骗案件里，被警方依法列为了警示账户。一旦账户被打上这个标签，那就像贴了封条一样，所有的资金进出通道都会被立刻冻结，政府的年金津贴自然也就会不进去了。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账户突然不能用了，取不出钱，一定要立刻去警察局说明情况，配合调查，然后拿着相关的报案证明或文件，赶紧去劳保局申请变更汇款的账户或者方式。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也是很多有困难的朋友最担心的。如果我的账户因为欠债被法院查封扣押了，或者因为刚刚说的变成了警示账户不能用了，那我是不是就彻底领不到这笔过年的救命钱了？
张德昌在这里非常肯定地告诉您，绝对不是。请您一定记牢，根据咱们的法律规定，像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还有各种社会福利津贴，这些是为了保障咱们老百姓基本生存权利的钱，是受到法律特殊保护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用它们来抵债、扣押或者拿去做担保。但是，这里有个关键的但是，如果您只是把这些钱汇到您平时用的普通银行账户里，银行的电脑系统它可不会自动识别这笔钱是受保护的年金，它一看这个账户名下有欠款未还，或者账户被冻结了，很可能就会按照一般程序把这笔钱扣走，或者根本不让它进去。那该怎么办呢？政府早就想到了这一点，并且准备好了解决方案。劳保局专门为这种情况设立了一种特别的账户，叫做年金专户。如果您知道自己有债务问题，或者账户已经被冻结了，那么您一定要在12月底之前抓紧时间，带上您的身份证，还有能证明您账户状态的文件，比如法院的扣押命令、警察局的警示账户通知等，亲自去一趟劳保局，申请开设这样一个年金专户。这个专户是独立出来的，就像一个特制的、只进不出的保险箱，政府发的所有年金、津贴都会放到这个箱子里。这个箱子里的钱，银行不能扣，法院不能动，债权人也拿不走，完完全全属于您个人，用来保障您最基本的生活。只有这样，政府发的这笔春节加菜金才能真真正正一分不少的进到您的口袋里，而不是刚进来就被划走了。德昌要特别提醒您，申请开设这个专户需要走流程，需要时间审核办理，所以千万不能拖，别想着过年前1-2天再去，那肯定来不及，一定要尽早行动。第三种需要您在年底前确认清楚的情况，是关于您个人的基本资料有没有变动。每年年底都是政府各个机关进行年度资格清查和资料核对的高峰期。如果您在今年之内搬过家，户籍从甲地迁到了乙地，或者因为某些原因改了名字，那么请您务必抽空确认一下您现在的户籍地址、姓名和劳保局那边存档的资料是不是一模一样。虽然说现在户政系统和劳保局的电脑很多是连线的，但数据更新有时候会有个时间差，不一定那么同步。特别是对于领取老农津贴和身心障碍补助的朋友们来说，这些津贴的发放往往对户籍所在地有明确的要求。如果您搬离了原来申请津贴的那个县市，又没有及时办理变更手续，就可能会导致资格不符，需要重新申请认定。所以在12月底前，最好能去一趟您户籍所在地的区公所、乡镇市公所或者相关的农会、协会，当面问一下工作人员，确认自己的领取资格是不是依然有效，状态是不是正常。这个步骤就像是给您的领钱资格做一次年末体检，确保它健健康康，过年时才能正常工作。除了上面说的这些由中央政府统一安排、金额相对固定的大红包，德昌还要额外提醒大家留意一笔可能出现的隐藏红包，或者叫惊喜彩蛋。咱们台湾的各个县市政府为了表达对辖区内长辈的关怀和敬意，常常会在春节之前自己再拿出一笔钱，发放额外的春节慰问金或者敬老礼金。这笔钱的金额从几千块新台币到上万块都有，每个县市不一样，要看当地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具体政策。比如说像台北市、新北市、高雄市等等这些地方，往往会对特定年龄层，比如85岁、90岁以上，或者特定身份，比如低收入长者的长辈，有专门的福利政策。这笔钱通常是由各县市的社会局或民政局直接操作，汇到长辈之前登记过的金融账户里。但是因为各个县市的做法各自为政，有的地方需要您主动去登记提供账户，有的则是直接沿用您之前领重阳敬老金用的那个账户。如果您之前从来没有登记过账户，或者您后来换了银行、换了账号，但没有去更新，那么这笔隐藏红包可能就不会自动进账，而是会以邮政汇票或者支票的形式寄到您的户籍地址，甚至可能需要您本人带着证件去里长办公室或者区公所亲自领取。所以德昌建议大家12月底去刷存折、查账户的时候，眼睛要放亮一点，
不仅要看有没有劳保局汇来的那几笔大钱，也要仔细看看有没有一笔来自 XX 市政府社会局或者 XX 区公所的进账记录。如果过年前几天还没看到这笔钱，那您就要多留个心眼，注意听一下里长有没有广播通知，或者翻一翻家里的信箱，看看有没有收到什么春节慰问金领取通知单。可千万别因为一时的疏忽，让这笔本属于您的额外的春节小红包，因为过期没人领而被收回去充公了，那多可惜啊！好了，张德昌今天啰啰嗦嗦讲了这么多，最后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最核心的重点。您只要记住这几条，过年前心里就有谱了。2026年春节马上就要来了，政府体恤咱们退休长辈和需要关怀的朋友，做了一件特别人性化的事，就是提前发钱。这次涉及到提前发放的，主要是劳保年金、国民年金、老农津贴以及身心障碍补助这4大块。这笔钱会在春节连假开始前，全部努力发到大家的账户里，就是为了给咱们的年节采购提供最直接、最有力的资金支持。这不是少数人的福利，这是惠及全台湾好几百万退休长辈和特定群体的共同权益，咱们得理直气壮地关心他，守护他。但是，就像德昌反复说的，钱要顺利到您手上，离不开咱们自己的一点小配合。请您一定要抓住12月底这个黄金时间窗口，做好下面这3件事。第一，找出您领年金、津贴的那个存折，去银行网点或者用 ATM 机补登一下明细，亲眼看看这个账户是不是活的、能用的，千万别让它成了禁止户。第二，如果您自己或者家人有债务问题，或者账户有什么纠纷被冻结了，别犹豫，立刻马上去劳保局咨询办理年金专户，这是给您过年的前筑起一道最坚固的防火墙，保证谁也动不了。第三，核对一下自己的户籍资料和领取资格，要是今年搬过家、改过名，赶紧去相关单位确认更新好。同时，眼睛睁大点，留意一下您所在县市有没有发那种额外的春节慰问金，别错过了这份隐藏的关爱。咱们很多人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缴纳了多年的保费，这些年金和津贴是咱们应得的回报，是法律保障的权利。政府提前发放是一份雪中送炭的美意，咱们自己更要上心，维护好接收这笔美意的通道，畅通无阻。不要因为怕麻烦，少跑了这一趟银行，结果导致过年期间手头紧巴巴的，甚至年后还要花更多的时间，跑更多的腿去申请补发，那就因小失大了。您说是不是？今天提到的这3类人，如果您自己就是，或者您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属于其中任何一类，请您一定要把德昌今天讲的这些内容耐心地告诉他们，或者干脆帮他们检查一下存折，问问他们的账户最近用没用过。对于长辈们来说，过年的时候手里有钱，心里才不慌，这份踏实和安心，可能就是咱们能送给他们的最好的一份春节礼物。同时，张德昌和健康永驻频道也会像大家的老朋友一样，持续帮大家盯着劳保局以及各个县市政府的最新公告。一旦具体的款项入账日期表正式公布了，或者又出台了什么新的补助、福利政策，德昌一定会第一时间整理好，做成容易懂的视频或文章分享给大家。我们健康永驻这个频道的初衷，就是希望能陪着大家一起看紧咱们自己的钱袋子，守住该有的福利，让咱们的晚年生活在健康的基础上也能过得更富足、更有保障、更安心。如果您觉得今天德昌花这么长时间整理的这些信息，对您安排过年前的事情真的有帮助，让您心里更清楚了，那么请您不要吝啬，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您的每一个赞都是对德昌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也是我继续为大家搜寻政策、解读福利的最大动力。也恳请您动动手指，把这篇内容分享到您的家族群、好朋友的聊天群、社区的邻里群，提醒更多的长辈朋友们赶紧去刷一下存折，检查一下账户，咱们互相提个醒，让大家都能顺顺利利的拿到钱，欢欢喜喜过个好年。最后，德昌还是要再唠叨一句，如果您觉得健康永驻这个频道像个靠谱的朋友，请现在就点击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是张德昌，我会一直在这里
陪伴在大家身边，把复杂的政策说得简单点，把实用的福利讲得明白点。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充满期待地迎接一个富足、温暖、安心的2026年春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